关于 Napkin， 你可能已经知道，它可以把一段非数据的概念性的文本一键生成可视化图形。可视化图形可以把抽象的、难以一眼看清的内容，以更加结构化和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你产出的内容、工作汇报等等看起来更加出彩。但是仅仅知道 Napkin 的一键生成是远远不够的。在本期视频，我会通过3个部分向你介绍如何更加精准地控制 Napkin 的生成结果，以及如何通过导出不同格式的文件来扩展更多的应用场景。首先，我们要完成一些必要的基本设置。第一个，点击右上角的画布设置，在这里检查下输出语言 ，Napkin 是支持中文简体的。第二个，点击旁边的头像、账户设置，找到下面的数据隐私，把使用我的内容来改进产品给它关掉。接下来我们进入主题，如何更加精准地控制 Napkin 的生成结果。Napkin 支持输入关键字来查找和匹配图形，但是这个功能的设计不够好，导致它变得有点鸡肋。因为如果我本身在信息可视化方面没有什么知识储备，我都不知道存在哪些图形，那么我该输入什么关键字来查找呢？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把 Napkin 内置的图形布局全部给找了出来，截止目前大概有1023个。然后我从这1023个布局里面提炼出了87个关键词，分成应用场景和视觉效果2大类，整理成了这个清单。有了这份清单之后，如果我们对 Napkin 的生成效果不太满意，就可以找一个自己想要的，然后输入关键字来指定图形。通常这个列表的第1个或是前几个会是我们指定的图形，但是需要注意 Napkin 不会因为用户指定了图形，所以就生搬硬套。也就是说，如果文本内容本身跟我们指定的图形实在是不匹配，那我们在这个列表也不会看到想要的那个图形。除了通过关键字指定图形以外， Napkin 还有另外几个自定义图形的选项。Orientation 用来控制生成的图形是横向的、纵向的，还是比较方正的。Detail Level 控制图形当中文字内容的详细程度。Summary 与 Detail 的区别在于带不带标题下面这句解释性的文字。最后一个是 Stay closer to my text， 尽量贴近我的文本。因为 Napkin 是基于大语言模型来实现对内容的理解和生成，所以它有时会基于文本扩展补充一点信息。如果我们不希望它扩展补充的话，就可以开启这个选项。通过上面几个环节，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和偏好，通过 Napkin 定制生成一些可视化图形。下面我们来看一看，除了把图形导出成一张静态的图片以外，还有哪些其他的应用形式和场景。第一个，我们在导出窗口选择 PPT， 设置一下是要 Light 还是要 Dark 模式，点击下载，我们会得到一个 PPTX 格式的文件，然后就能在主流的 PPT 制作软件里面使用图形了。相比于直接导出 PNG 图片，这样做的优点是我们可以任意修改文字、设置演示动画等等。第二个，如果是要进行图片或者视频创作的话，我们也可以导出为 SVG 矢量格式，这样就可以把图形导入进图片类的设计工具或者支持 SVG 的剪辑软件，去进行更加精细的调整。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主要介绍了如何通过关键字和自定义设置来更加精准地定制我们想要的可视化图形，以及导出 PPT 或者 SVG 格式的文件来将可视化图形应用到更多的场景。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欢迎你点赞、收藏、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